其实我们做皮件，每一步都非常重要，都要非常小心。皮革基本上就是切了就切了，折了就皱了的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做的每一步，从打板、切割、粘贴、缝线、拉边线，每一步只要做错，整个皮件基本上我们都是没有办法交货。好的手工皮革，每个匠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每个匠人的做法也不一样，所以它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去定义怎样是叫一个好的手工皮革。只要是那个皮件做出来，满足了那个客户的需求，达到做一个皮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耐用。好的真皮可以用上10年、20年，仿制皮革的话，基本上就算你不使用，你放在那边，它也会有剥落的现象。真皮第一个是那个触感。你光去摸，你就会觉得它很自然。再来就是味道，你去闻的话，好的真皮是不会有那种塑料味的，然后它摸起来也不会有那种塑料感。就我们坚持不用稀有动物，然后我们采购的这些动物皮革，其实它们都是人类养殖，然后是为了去 control 那一个生态系统的平衡，所以多出来的一些资源就变成了这个皮革。其实手工皮革步骤非常多，因为它会取决于不同的皮件而需要去用不同的工艺来达到那一个效果。如果说最基本的话，首先要先打板裁皮，然后就要去做精准的切割。切割精准后，我们就需要打展孔。打完展孔后，我们就要上胶把它粘贴起来。然后缝线，缝线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缝线的话，我们是用一种缝法叫马鞍针法。马鞍针法跟车机的分别，其实纯粹就是一个叫锁缝，一个是叫扣缝。那么机器缝的话，会是叫扣缝，它纯粹就是把那线给扣起来。所以当你不小心割到，还是你的皮件用久了，然后可能用比较低成本的线的话，它让它的线一断，它就会拖着去，然后它拖着去的话，你的皮件基本上就会散开来。但是当我们用马鞍针法的话，为什么我们坚持的原因，也就是因为马鞍针法每一个洞、每一个孔，我们所拉紧的那一刻，我们就打了一个结，所以基本上你的线无论怎么拓，你都还可以照常使用，而且绝对够时间让你去把那个皮件交回给制作那个皮件的匠人来帮你修补，而且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2015年的时候，子贤他就在他的大学的设计作业上面需要去探讨一些新的材料材质这样子，然后他去接触到这一门工艺的，然后他就跟他的另外2个朋友一起命名为泰。然后中间的时候，他的这2个朋友就决定，好像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就先离开，然后他继续追求这个兴趣。然后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加入他。以前我们是自己上网自学，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跟国内外的一些皮匠有做一些交流跟分享。今年年头我们就去中国进修。现在的流水线都非常成熟，人也会开始慢慢的觉得，我只是买和送，我只是买和用，开始觉得单调，开始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永远什么东西都是一个轮回，都是一个 cycle， 所以这些机器、这些工业的时代，他们成熟了这么多年，现在的人反而想要回一些比较有情怀的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个皮件都还蛮印象深刻、蛮特别。但是如果你说要我去特别拿一个订单来说的话，那么我会觉得是一个爸的钱包订单。那个客人他就跟我们说，我们一家人总共有5个孩子，他要求我们在钱包的角落间印一句话，那句话是我们爱你，就是英文 We love you。所以对我来说，我身为孩子，我也是有爸爸，我会觉得我这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可以跟我的父母说我爱你。因为你人越来越大，自尊心越来越强，你是不太能这样跟父母讲话，所以他们就想送他们爸爸这一个钱包里面可以有这句话，让他爸爸永远都知道他们永远都爱你。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订单非常有意思，非常感动。